嗨，我是于哥。在1874年的伦敦，一位著名化学家威廉·克鲁克斯爵士坐在一间昏暗的屋子里，死死盯着角落的帘子。突然，帘子一动，一个发着幽光的女鬼走了出来。克鲁克斯被深深震撼，直到后来，他发现那不过是一场骗局。这位科学家差点因此毁掉自己的事业，可他没有吸取教训，依然继续追寻灵魂的证据。自那之后，一代又一代人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。我们明知鬼可能并不存在，却仍然执着地去寻找它。捉鬼其实是一种古老又现代的娱乐。19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，降临会在欧美盛极一时，人们围坐一圈，关灯、静默，等待灵魂降临。而今，这一幕在多个视频社交平台上每天都在重演，只是手里的蜡烛换成了红外摄像机、EMF 探测器，还有会亮灯的猫玩具。1848年，美国纽约的福克斯姐妹用敲击声和灵魂交流，一夜爆红。5年之后，她们赚了相当于今天1500万英镑的财富。那时的美国刚经历内战，欧洲也在战争和瘟疫的阴影下，人们渴望一个信号，证明死亡不是终点。这种渴望造就了灵学运动，也让捉鬼成为情感的出口。人们并非真的在寻找鬼魂，而是在寻找对死者的思念，对未知的安慰。当然，也有人不买账，魔术师们成了最激烈的批评者。哈里·胡迪尼就曾和他的好朋友，曾写《福尔摩斯》的作者柯南·道尔吵得面红耳赤，一个坚信灵魂存在，一个认为那全是障眼法。胡迪尼说，魔术至少是诚实的欺骗，灵媒却是假装诚实。这句话一针见血，也让我们看见人类对于相信这件事儿有多么固执。到了20世纪，随着录音机、摄像机普及，科学捉鬼变得越来越受欢迎。1936年，英国研究者哈利·普莱斯甚至在 BBC 做了一场鬼屋现场直播，这可以说是现代鬼屋真人秀的祖师爷。从电视节目 Most Haunted 到乌克兰的超感大战，再到新西兰的 Ghost Hunt，全球观众都对吓得又爱又怕。如今，社交媒体让每个人都当灵异调查员，竞争激烈到像是在打超自然版抖音挑战。奇怪的是，我们越要让捉鬼显得科学，反而越容易掉进伪科学的陷阱。这位研究捉鬼史的科学家在书里写道，经过多年的实地调查，他发现鬼魂之所以没人，是因为它反映的是我们活着的人。当我们一起在深夜探险时，那种连接，那种集体的兴奋，其实是在体验生命的存在感。在一次鬼屋探险中，他意识到，我们寻找的不是真实的幽灵，而是人类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孤独。捉鬼反而成了一种社会活动，帮助我们理解失去，直面挑战，甚至感受活着的意义。所以，也许鬼从来没有真的存在。但我们之所以一再寻找，是因为在黑暗中，我们听到的不只是鬼的声音，而是我们自己还想继续相信的心跳声。我是于哥，欢迎讨论科学内容，我们下期见。